人家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以前做红酒销售的老板想让我留下来，还让我做华北地区的代理主管。主管？这太厉害了吧！刚毕业当主管？但是被我拒绝了。我觉得之前业绩好，是因为大家在帮我，尤其是薇薇，给我介绍了那么多客户。以后啊，也不需要我们多为你操心了。有了叶辉，就等拥有了一切。你看这个 party， 都是他一个人亲自操办的。要不是因为他妈妈临时有事找他，还不知道有什么惊喜摆在后面呢。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对啊，差不多了吧？来，杯中酒，干了吧！再次谢谢大家，今天为我庆祝。恭喜你。大家先别走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要说。哟，一晚上不说话，说呗，说些好听的啊。花花，你没事吧？薇薇，怎么了？刘文静还你包钱的那张卡，如果没记错，已经存够20万了。花花，你说什么呢？花花可能喝多了，我没喝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钱是我存的，包也是我换的。花花，说什么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差事你坐下，今天这话我一定要说完。那天我住在薇薇家，薇薇出去了，同学叫我去聚会。我这个人就是太虚荣了。我拿了薇薇的包去参加聚会，谁能想到回来的公交车上被一个小偷用刀划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口子。我到处去问，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修好。我又没有钱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偷偷去买个假包，然后放回去。我想薇薇有这么多包，她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。等我哪天攒够钱了，我买个新的放回去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可是刘文静她偏偏就选中了这个包。好好的聚会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人家薇薇所以你就让刘文静背了这么久的黑锅？不是，花花早就跟我坦白了。你别替他说话，花花。一直以来，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有些小虚荣，爱面子。我以为你绝对不可能做出任何伤害朋友的事。可为什么？是我不让花花说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别说了，教授。为什么你做的错事要让刘文静来负责？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你们不还住在一块儿吗？这么久以来，你是怎么面对他的？别说了，教授。就因为你的面子，你让一个初来乍到、一无所有的刘文静来替你做错的事负责。你说你知道自己虚荣，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错事儿？你说你对不起薇薇，教授别说了，你最对不起的是刘文静。教授，你跟他道歉。别说了，教授。你跟刘文静道歉。教授你过分了啊！走啊！你走，走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邢天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刚刚干嘛那么凶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对花花那么好，花花心里多难受啊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吗？你被他伤害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欺骗你，你不知道吗？他是你，没有，没有。刘文静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傻？你说谁傻呀？不是，
你到底听没听明白？你怎么比傻子还傻呀？那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愿意。我告诉你啊，傻子都比你聪明，因为傻子不会去伤害一个爱他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可你一直在伤害我伤害谁？我现在说的是你，现在说的是花花，你不要跟我扯我呀，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是你。我看见梦里清澈的眼神，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，我忘不掉你停住的黄昏，就说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你现在懂了吗？你一直在伤害我。刚刚发生的事情不可以让花花知道，谁也不能说。还有，这段记忆不应该在我们俩的记忆里。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，我路过深夜寻找你呀，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？有些话周妈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他这是？小叶总昨晚回来的很迟，回来之后就一直坐着喝酒，今儿大早才睡着，我没敢叫你。起来了。爸，昨天晚上又到哪儿去刷夜了？见客户去了。你就穿成这样去见客户啊？私下遇见的。我看你又是私下去约会了吧？哼。周妈。哎。开饭。好嘞。董事长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叶总，给。周妈。哎。你去忙吧。好，好。最近集团压力很大，国家紧缩银根，我们有好几个项目都滞留在半路了。可你呢？啊，你是球照打，舞照跳。你这样下去，我怎么能把集团交给你来管理啊？难道要交给叶冲？你弟弟他还年轻，虽然他比较上进聪明，可他毕竟是个学生。不过，要是照此发展下去，他可是大有可为啊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有我自己的事业。但是您呢？咱们一家人几代人的积累，就这么移交给一个外室，叶冲跟他妈妈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你有自己的事业啊？你去看看你管理的公司，年年亏损，一塌糊涂。再怎么说，叶冲也是你弟弟，你们是亲手足。那也是婚外生的弟弟。我今年就会给他证明的。拿咱们自家的股份给一个私生子证明，你也不怕传出去笑话？叶辉，你应该知道，叶冲是因为你才出生的。
爸，您别再说这个事儿了好吗？当时叶冲出生的时候，我那白血病不也是误诊吗？然后呢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母子俩登堂入室，步步紧逼的。3岁大的孩子就会给母亲争宠了，5岁登堂入室进了咱们的家门，甚至还上了家宴，闹得您跟妈妈10多年来婚姻不和谐。您说咱们这个家还是个家吗？您真是把叶冲他们母子俩看得太简单了，疼爱小儿子也不带这么疼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咱们叶家的血脉，他会得到他应有的待遇的。这些年我亏待过你吗？啊？你又给我什么回报了？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工作，夜里12点上床睡觉。我也希望你帮我分担一些工作，可你呢？啊？玩跑车，玩电竞，玩电影，就是不干你分内的事儿。我之所以培养叶冲，也是想让他鞭策鞭策你。拿他做磨刀石，屠龙刀都会给磨断的。你个臭小子！爸，消息。刚刚我不应该把话说得这么重。以后家族的工作我也会多替您分担的，但是你也得多考虑考虑我跟妈妈的感受，少让那小子掺和咱家的事儿。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，你就不要再多说了。我今天还有3个会，你在家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爸，您身体都这样了，何必这么拼呢？你不明白，努力是一种形成习惯的态度，你缺的就是这个。